你一定想不到，这世上竟然有个像女儿国的地方，街巷里满是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美女，超市里收银的都是美女，写字楼里忙碌的也是美女，就连修水管、搬货的岗位上也常看到那些既干练又漂亮的女同事身影。可偏偏这里男人少得可怜，简直夸张到10女配1男都显得不够用，很多漂亮的姑娘熬到中年都还没遇到合适的伴。这个神奇的国家就是拉脱维亚，一个把女多男少写进国情的波罗的海小国。可事实真是如此吗？这个国度为什么男人那么少？为什么美女又会这么多呢？本期我们将走进这个欧洲小国，看看真实的拉脱维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拉脱维亚位于欧洲东北部，面向波罗的海，北接爱沙尼亚，南邻立陶宛，东边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从面积上看，拉脱维亚大约相当于一个中国省份的1/3。波罗的海是拉脱维亚最重要的自然边界之一，海岸线不算漫长，却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气候、贸易方式和历史走向。冷空气从海面推进，冬季漫长而湿冷，夏季短暂却明亮，使得拉脱维亚人习惯在有限的暖季里完成尽可能多的事情。拉脱维亚整体地势平缓，没有高山，森林却覆盖了国土的大部分，白桦林、松林和湿地随处可见，城镇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即便是在首都里加，离开市中心不远，也能看到大片绿地和河流。当你走进里加的街头，就像一脚迈进了小说里的女儿国，满大街都是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美女，她们身姿婀娜，穿着时尚，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气质，随便一个都能媲美国际超模。当你站在街头问路，目光所及之处几乎全是女性。走进一家咖啡馆，店里坐着的顾客清一色的都是女性，那一瞬间会让你感觉是不是误闯进了女性专属的聚会场所。当你乘坐公共交通，车上的乘客也大多是女性，偶尔看到1、2个男性，就像在沙漠里发现了珍稀水源一样稀奇。在拉脱维亚，不管是在商场、公园还是在学校、写字楼，女性的身影无处不在，而男性却如同珍稀动物般难得一见。你一定好奇，男性都去哪了呢？实际上，脱维亚是世界上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了不少，这也就不奇怪男人在这里成了稀缺资源。在拉脱维亚，美女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简直就是美女的制造工厂。拉脱维亚的女性平均身高在170厘米以上，走在街头，她们高挑的身材格外引人注目，她们拥有深邃的眼眸，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高挺的鼻梁为她们的面容增添了几分立体感，白皙的皮肤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泽，而那一头金发更是如瀑布般柔顺亮丽。而拉脱维亚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众多的美女，与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几个世纪以来，拉脱维亚先后被德意志势力、瑞典、沙俄统治，到了20世纪，又被卷入2次世界大战和苏联时期的政治体系中。拉脱维亚男性比女性少的一部分原因也在此。这种历史经历在拉脱维亚社会中留下了明显痕迹。国家边界虽然已经稳定，但对安全、独立和身份认同的敏感仍然存在于公共讨论中。自然条件与地缘位置共同塑造了拉脱维亚的城市结构。城市规模普遍不大，人口密度不高，即便是首都里加，也很难感受到那种典型大都市的拥挤感。街道宽阔，建筑低矮，生活节奏偏慢。正是在这样的位置和环境中，拉脱维亚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脱维亚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片被反复更换统治者的土地。中世纪时期，这里先后受到德意志骑士团和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控制，土地、城市和贸易都掌握在少数外来精英手中，而当地的拉脱维亚人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种社会结构
长期压制了本地民族的政治参与。后来，瑞典和沙俄相继进入这一地区，统治者在更替，但底层民众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拉脱维亚始终是帝国体系中的边缘地带，负责提供粮食、木材和港口，却很少掌握决策权。到了19世纪末，民族意识开始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语言、民歌和地方文化成为拉脱维亚人确认自身身份的重要方式。这些文化元素在后来独立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脱维亚短暂获得独立，这段时期虽不算长，却在集体记忆中占据重要位置。国家制度、教育体系和民族认同都在这一阶段被系统建立。然而，这种独立并未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塑。苏联时期，拉脱维亚经历了大规模工业化、工厂建设、城市扩张、人口迁入，使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大量来自苏联其他地区的人口进入拉脱维亚，改变了原有的人口构成。苏联解体后，拉脱维亚重新独立，这次独立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计划经济迅速被市场经济取代，大量国有企业关闭或重组，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二战期间，这里是重要战场，大量人口伤亡严重。据估计，当时超过 40% 的成年男性在战争中丧生，许多家庭再也无法完整团聚。战争后的创伤并未消失，苏联统治时期，强制人口迁移和政治迫害接连发生，很多男性被流放或选择逃离家园。这两次历史事件共同造成了人口结构的长期失衡，为今天的社会埋下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人选择离开，年轻人前往西欧寻找工作机会，人口外流成为长期现象。这个阶段对拉脱维亚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人提出了共享婚姻的想法，也就是最著名的10女配1男。到25年，拉脱维亚全国总人口大概有 185.6 万，其中女性人口约为 101.5 万，男性人口却只有 86.8 万左右，男女之间的人口差额接近15万人。在小城镇和乡村，性别失衡比城市更严重，有些地区的情况甚至到了极端地步，一个村庄里仅住着3名男性，却有20多名正值适婚年龄的女性。这种长久的性别失衡直接冲击婚姻与生育问题，男性数量稀缺让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不小压力，择偶选择大幅减少。为了缓解这一困境，一些人提出共享婚姻的想法，具体来说，就是少数男性同时承担多名女性的婚姻责任，以平衡生育和人口稳定问题。这种观点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但在一些社区被默许或不严格追究，因此形成了灰色地带。本质上来说，这并非偶然的文化选择，而是深层社会问题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历史留下的创伤，再加上长期存在的人口结构失衡，两者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与单纯的文化倾向没有关系。战争和政治迫害造成的男性缺失，使得部分社区试图通过极端方式应对生育和婚姻困境。这种做法引发争议，但也反映了历史影响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塑性。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婚姻和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与现代社会的双重压力。这里男性人口持续流失，同时女性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使所谓的共享婚姻计划根本无法落地。作为欧盟成员国，年轻人享有跨国工作的自由，德国、瑞典等国的工资水平达到国内的3到5倍，悬殊的经济差距成为核心驱动力，让大批青壮年男性主动选择离开，奔赴收入更高的国家发展。近10年里，全国超15万名男性选择外流打拼，占比达到全国男性总量的 12% 左右，而这部分人里，绝大多数都是25至45岁的婚育关键群体，
这种集中性的流失，直接让婚姻市场上适龄可婚的男性出现了严重缺口。留在拉脱维亚的男性健康状况并不乐观，酒精摄入量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长期大量饮酒让他们心血管和肝脏疾病高发，健康受损严重，最终使得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整整少了10年。离开的人多半是精英和高学历群体，留下的男性中健康状况欠佳的人比例高，这让本就稀缺的男性资源更加紧张。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主能力持续上升，她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经济方面也实现了独立，不用再靠婚姻维系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她们对传统婚恋模式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在婚恋市场上，虽然家人仍会为女性介绍对象，但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明确拒绝接受所谓共享婚姻，宁愿保持独立，也不愿为了人口短缺而牺牲自身权益和尊严。这种局面形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部分人认为共享婚姻可以缓解男性短缺问题，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现代女性不会为了增加人口而牺牲自身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权利。这种只盯着补人口，忽视女性权益的安排，实践中既会侵犯女性的正当权益，也没办法从根源上化解人口难题。即便有引发争议的政策被提出来并实施，生育率的上涨幅度还是很有限。拉脱维亚的总和生育率虽说有了小幅上升，但和欧洲其他国家比起来，依旧处于较低的位置。拉脱维亚因为男女比例失衡，经常被外界贴上女儿国的标签，这种说法吸引了很多外国目光，甚至有人专程来找伴侣，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这种标签不仅夸大了问题，还扭曲了当地女性的真实生活。当地女性在婚恋中有明确的标准，她们看重伴侣是否有稳定工作，是否愿意长期定居，她们寻找的是生活伴侣，而不是用来解决身份或生育问题的人。外界对拉脱维亚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婚姻市场，却忽视了这个国家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生活环境。首都里加老城区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世纪建筑保存完好，城市充满历史韵味。说到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规模在欧洲算不上庞大，人口不到100万，还是个标准的2线城市。不过，这个城市有一股特别的历史气息，街上到处都能看到老旧的建筑，尤其是那些从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建筑。里加的街景一开始给人印象有点脏乱差，地面上泥土积水不少，街角也有一些破败的痕迹，跟东欧的明斯克比起来还真有点差距。但这座城市并不只是外表的土，内涵才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比如里加的建筑外表看上去有点年久失修，甚至给人一种随时可能崩塌的感觉，而走进其中，你会发现室内装修的相当有欧式风情，就是外面破，里面美的典型。另外，里加的机场比起其他地方的国际机场来说，算得上迷你版，装修设计却相当现代化，透露着浓浓的欧洲味，比起华沙的机场要温馨得多。在穿着上，实用性永远排在第一位，气候决定了一切。冬季寒冷而漫长，大衣、围巾、防水靴几乎是标配，颜色多以深色为主，很少追求醒目。夏季短暂，人们才会换上相对轻便的衣物，但整体风格依然简单。饮食同样如此，拉脱维亚人的餐桌上很少出现复杂的菜式，黑面包几乎是每一餐的基础食物，配合土豆、肉类、乳制品和腌制蔬菜，口味偏咸偏重。鱼类在沿海地区较为常见，内陆则更多依赖猪肉和牛肉。汤类和炖菜是家常选择，既方便制作，也适合寒冷天气。甜点并不复杂，但咖啡和酒精饮品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在居住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明显。城市中多为苏联时期建成的公寓楼，结构实用，外观朴素，房屋不追求豪华，但基础设施齐全。许多家庭会在周末前往郊区或乡村的小屋，作为短暂放松的方式。
乡村地区人口稀少，房屋分散，周围往往是森林或农田，这里的生活更加安静，人与自然的界限模糊。对于部分拉脱维亚人来说，乡村不仅是居住地，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退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更习惯独处，也更尊重他人的空间。这种状态对外来者来说可能显得冷淡，但对当地人而言却是舒适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造就了拉脱维亚人外冷内热的个性。拉脱维亚的节庆也特别让人向往，每年5月月末都会在首都里加举办一个盛会，那就是 Golund 的大游行。这是节日并没有什么传统的风俗存在，因为它其实出现的时间也并不长，在2009年的时候出炉。当地有一些女性组织了这场活动。09年的时候，诸多的金发女性着装着粉色比基尼走在里加的街头，让场面很是火热，最后就每年传承了下来。而这个节日后来也得到了传播，拉脱维亚旁边的白俄罗斯就有这样的节日，在5月的最后一天，白俄罗斯首都明克斯都会有着数名的金发女郎乘坐汽车环游明克斯城。相比于拉脱维亚鱼龙混杂的金发女郎，白俄罗斯的游行参加的都是当地的美女，并且着装也更加大胆，这也让白俄罗斯的金发女郎更加出名。除了金发女郎节，还有裸体蒸桑拿，当地人酷爱桑拿，多为湿蒸，且常见男女混浴。若你围着毛巾进去，反而会提醒你放轻松。拉脱维亚桑拿跟中国最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是它更有仪式感吧。在桑拿房里会有专门的技工为你服务，他们通常会用桦树、橡树、菩提树、杜松的树枝嫩叶，再加上各种植物的枝叶，将它们捆成一束，为你拍打全身。随着温度的上升，这些植物会散发香味，给你增添能量，据说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拉脱维亚，独特的婚恋文化别具一格，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女性用送鸡蛋的方式向男性示爱这一传统习俗。在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背后，却蕴含着丰富而细腻的情感表达。当一个拉脱维亚女孩对某个男孩心生好感时，她会精心挑选鸡蛋，作为传递心意的使者。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鸡蛋的数量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如果女孩送2个鸡蛋，那就意味着她对这个男孩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只是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追求。送3个鸡蛋时，说明女孩内心还在犹豫不决，她对男孩有一定的好感，但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心意，正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就像在爱情的十字路口徘徊，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前行。要是女孩送4个鸡蛋，情况又有所不同，这表明她虽然对男孩的感情还没达到喜欢的程度，但考虑到男孩的经济条件等因素，觉得可以尝试一起生活。在拉脱维亚的文化里，这或许是一种比较现实的考量，毕竟生活不仅仅只有爱情，物质基础也是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女孩送出5个鸡蛋时，那便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爱意。她已经认定了这个男孩，全心全意地想要与他共度一生，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认定彼此是相伴一生的伴侣。这种独特的示爱方式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拉脱维亚的女性大多性格内向、含蓄，即使身处一个女多男少的环境中，她们依然羞于直接向男性表达爱意。送鸡蛋这种委婉的方式，既给了女孩表达情感的勇气，又避免了直接表白可能带来的尴尬和窘迫。在他们看来，用这种方式传达心意，既浪漫又富有深意，就像一首优美的情诗，需要男孩用心去解读其中的含义。在拉脱维亚的乡村地区，这种送鸡蛋示爱的习俗尤为盛行。每年的特定节日或聚会场合，年轻的男女们会聚集在一起，女孩们会羞涩地将鸡蛋递给心仪的男孩，而男孩们则会紧张又期待地接过鸡蛋，仔细揣摩女孩的心意。这种充满仪式感的互动，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拉脱维亚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将这个国家的历史、
价值观和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人们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古老传统的温暖与浪漫。除了大型节庆和习俗，拉脱维亚人也非常重视与季节相关的传统活动。夏至节是其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白天漫长，夜晚短暂，人们会在乡村或郊外点燃篝火，佩戴花环，庆祝一年中最明亮的时刻。正是这种低调而持续的文化生活，使拉脱维亚在外界标签之外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即便面对人口减少和社会转型，文化并没有被轻易放弃。拉脱维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状，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严峻的挑战。低生育率问题日益凸显，由于男性数量稀少，女性在寻找合适伴侣方面面临困难，导致结婚率下降，进而使得生育率持续走低。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补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就像一台运转的机器，缺少了关键的零件，难以保持高效的运转。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这不仅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还导致劳动力时常短缺，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年轻人的大量外流，出现了许多空心村，村庄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曾经热闹的乡村变得冷冷清清。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拉脱维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加大了对生育家庭的支持力度，提供丰厚的生育津贴，为新生儿家庭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教育资源等福利，试图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就像给生育的家庭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在吸引外国男性移民方面，拉脱维亚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降低了移民门槛，为外国男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鼓励他们来到拉脱维亚定居，与本国女性结婚生子。一些企业会为外国男性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他们加入。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拉脱维亚的生育率有了略微的上升，外国男性移民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然而，要想彻底解决男女比例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长期的坚持和持续的投入。只有这样，拉脱维亚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渐恢复人口平衡，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